许多人也许都有这样的经验，身边原本看起来硬朗的长辈，过了75岁之后，身体状况仿佛突然走下坡。原本小感冒几天就好，现在却一病拖好久。以前跌倒拍拍身体就没事，如今却可能一摔就住院，这绝非偶然。科学家发现75岁其实是人体机能的隐形转折点，在此年龄前，我们的身体还能勉强支撑各种伤病压力，但一旦跨过75岁门槛，身体健康存款被大幅提领，恢复能力跟不上问题的累积，从此进入快速衰退的阶段。一项来自加拿大的研究观察了将近13000名长者，结果指出73到76岁之间，多数人都出现明显的生理下滑。过了这个阶段，身体面对疾病和伤害的恢复速度急剧下降，常常会出现长辈们形容的那种一夜之间老很多的感觉。医学专家将75岁比喻为人体的保护期，即将结束之后，如果再有疾病、感染或外伤，身体受到的打击会加速累积，更难痊愈，最终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后果。听起来很吓人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快速衰退并非不可避免。医师强调，只要及早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，仍然可以延缓老化的进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提前了解并避免那些掏空长辈健康存折的因素，长者就有机会平稳度过这个人生关卡。究竟是哪些因素让75岁成为健康的分水岭呢？以下医师要警告的5件事，就是导致长辈们在75岁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元凶。如果您家有年长者，一定要特别留意，赶快提醒他们避开这5大陷阱，为自己的健康续命。第一件事就是盲目补钙。许多长辈担心骨头脆，于是把补钙当成每日必修课，钙片一把接一把吞，牛奶没少喝，钙粉、钙锭样样买。但奇怪的是，有的老人家明明天天补钙，最后还是骨头松，腿容易断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原来骨质疏松远不只是缺钙那么简单，75岁以后，单纯补钙的效果非常有限，甚至可能有反效果。多余的钙质吸收不了，反而在血管内沉积，增加肾结石和血管钙化的风险。也就是说，只靠狂吃钙片，补进去的钙不一定进骨头，可能跑到肾脏变结石，或堆在血管壁变成动脉硬化的帮凶。难怪一些长者困惑，明明钙没少补，整骨质密度还是年年下降。关键在于骨代谢的平衡。人体要把钙质真正送进骨头，需要有充足的维生素 D 帮忙，就像水泥需要砂石才能建墙。如果维生素 D 不足，补再多钙也只是徒劳。据统计，我国75岁以上老人的维生素 D 缺乏率超过 80%。 换句话说，大多数高龄长者体内严重缺乏这种钙的搬运工，难怪钙片吃下去还是骨松。医师建议，高龄长辈应该先去医院做检查，了解自己的骨头状况，可以安排一次双能 X 光骨密度检查，看是否已有骨质疏松，同时验个血，测定25强维生素 D， 也叫维生素 D3 水平。如果发现维生素 D 不足，医生会指导补充维生素 D。如果已经确诊骨质疏松，光靠钙片是不够的，可能需要服用治疗骨松的药物，例如促进骨生成或抑制骨质流失的处方药，这比起自己乱补钙要有效得多。除了药物和营养补充，高龄长者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重骨骼保养，比如每天适当晒太阳，以促进身体自行合成维生素 D。 建议选择在上午10点前或下午3点后的阳光柔和时段，每次晒15到20分钟为宜。饮食方面，不能只顾着钙片，还应该从天然食物中摄取钙和蛋白质，并确保有足够维生素 D。 每天可以安排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等量乳制品，搭配适量的大豆制品，例如豆腐、豆干和深绿色蔬菜，多元均衡地为骨骼提供原料。这些食物不仅含钙，同时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 K、镁等，有助于骨骼健康。当然，适度的重量训练或负重运动对预防骨质流失也很重要。老人家可以在医师或物理治疗师的指导下做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，例如提小哑铃、抬腿运动，刺激骨骼保留钙质，
骨头就像银行存款，需要不断存入，补充营养，也要避免流失，防止骨质疏松恶化。千万别迷信单一补钙就能高枕无忧。正确的知识是检查骨密度，补充维生素 D， 均衡营养和运动一起上，才能真正把骨头养硬养韧，不让骨质疏松成为压垮健康的第一块骨牌。第二件事是过度追求年轻人的血压标准。高血压是很多银发族都有的毛病，控制血压固然重要，但降压过头同样暗藏危机。不少长者或家属认为，血压当然是越接近年轻人常说的128、80毫米汞柱越好，最好降到完全正常范围。然而，医师警告，7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，血压目标不能一味定得太低。根据中国老年高血压管理指南，对于75岁到80岁身体状况尚可的老人，建议将收缩压控制在130到140左右即可。如果超过80岁或者体质虚弱、有跌倒风险的长者，收缩压目标放宽到140到150会更安全。也就是说，对非常高龄或身体较差的老人，稍微高一点的血压反而更适宜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年纪大了之后，血管弹性变差，大脑的自我调节功能也变弱。如果血压被药物压得过低，反而容易造成脑部供血不足。许多长者血压降太低时，会出现头晕、眼前发黑、走路不稳，正是因为大脑缺血，一时适应不良。更严重的情况下，过度的低血压还可能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等危及生命的事件。试想，老人家本来好好的，只因为药吃太多，血压骤降，反而晕倒受伤，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因此，给高龄长辈降压要适度，千万别以为降到年轻人的标准才算及格。医师强调，对老年患者来说，稳定比极低更重要。130多的收缩压看似有点高，但只要持续稳定在这范围，长者通常可以维持良好状态。反之，如果勉强把血压压到过低，反复出现头晕摔倒，不但生活品质下降，还可能引发新的健康危机。这就好比开车上山，路要稳，不要猛踩刹车，把速度降到走走停停，否则乘客一样不好受。对高龄者的身体而言，过低的血压会让重要器官瞬间供血不足，随时埋下意外的地雷。在实际生活中，长辈和家属应与医生密切配合，设定符合长者年龄和体况的血压目标值。平时量血压时多观察，避免突然的大幅度变化。特别是早晨刚起床时，人体血压本来就会有晨风现象，清晨血压自然升高，加上天冷时血管收缩，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飙升。所以用药时间和剂量要遵医嘱，不可自行猛增，以免过犹不及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很多长者合并不止一种慢性病，例如糖尿病、肾脏病等。对这些情况，医生通常也会调整治疗策略，不会要求指标严格到年轻成年人的范围。例如，对高龄糖尿病患者，医生可能宽松控制血糖，允许饭后血糖比年轻人高一点点，只为避免低血糖昏厥的危险。家属千万不要误解，医生要求不严，其实这正是体谅老人体能储备下降，采取的保守保命策略。总之，高龄阶段的治疗讲求平衡，该控制的控制，但切记一昧追求数字漂亮，却忽略了长者的承受能力。保住基本的血压稳定和供血充足，比把数值压到理想值更关键。记住，75岁后安全至上，不要让过度降压成为引爆身体急速衰退的导火线。第三件事是忽视肌少症。当我们谈论老年健康，很多人关注的是三高：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、关节退化或骨质疏松，却往往低估了肌肉流失的影响。其实肌少症、肌肉减少症才是高龄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头号推手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量会逐年下降。研究显示，人过了75岁后，肌肉每年大约以 1% 到 2% 的速度流失。如果饮食中的蛋白质跟不上，流失速度甚至更快。想象一下，一个75岁的老人，也许外观看起来体重没大变化，但身体组成已经大不同，肌肉在悄悄变少，力量和耐力也因此大打折扣。
肌肉就像身体的发动机，肌肉少了，整个人就会动力不足，走路容易摇晃不稳，爬楼觉得费力，提重物更是吃不消。一旦遇到疾病或需要开刀，因为没有足够的肌肉储备，身体恢复起来特别慢。更糟糕的是，肌肉流失让人平衡感变差，跌倒风险大增。而且就算不小心生病住院，肌肉少的老人往往卧床几天就变得更虚弱，住院时间和并发症风险都直线上升。可以说，肌少症是一个隐形杀手，它不像心脏病、高血压那样突然发作，而是在长年累月中慢慢侵蚀老人的生活品质，直到有一天让人站不稳、提不动，才惊觉问题严重。可惜很多长者并没有意识到肌少症的威胁，有些老人家体重正常，甚至偏胖，就以为自己体力还不错，但其实随着脂肪增加，肌肉减少，哪怕体重不变，身体机能也在下滑。特别是有的长辈误信年纪大要少吃肉，多吃青菜，清淡养生，结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，更加速了肌肉的流失。要知道，蛋白质是维持肌肉的关键营养，如果一个老人吃不下多少肉蛋奶，或因牙口不好挑食，日积月累就等于在挥霍自己肌肉的存粮，等到发现腿软无力时，再补救就比较困难了。那么该怎么对抗肌少症呢？第一步当然是从观念上重视起来，把肌肉视为与心脏、大脑同样重要的器官来养。医师建议长辈们每天都要摄取足量的高品质蛋白质，绝不能因为食欲差或怕三高就大幅减少蛋白质摄入。营养学的建议是，高龄老人每日的蛋白质摄取量约需达到每公斤体重 1.0 到 1.2 公克。换算一下，如果一位长辈体重60公斤，每天需要60到72公克的蛋白质，这个数字具体落实到餐桌上，大概等于每日至少吃下1个鸡蛋、200毫升牛奶、3两瘦肉，约150公克，可以用鱼肉或豆腐替代，以及适量的主食。听起来分量不小，但这就是高龄身体对蛋白的真实渴求。如果长辈觉得吃不下那么多，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方式，把蛋白质食品分散到每一餐和加餐中慢慢吃。另外，别忘了咀嚼能力的影响，牙口不好的老人可以选择软烂易嚼的蛋白食物，比如炖得很烂的肉、鱼肉蒸蛋、豆腐、奶酪等，必要时配置合适的假牙来提高咀嚼效率。除了营养、运动、锻炼，对抗肌少症也不可或缺。75岁上下的长者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进行肌力训练和有氧运动，别误以为老人运动就是散步而已，其实适当的阻力训练对高龄者大有益处。例如练习坐在椅子上抬腿抓握橡皮筋，训练手臂肌肉，或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做一些轻量的负重深蹲等。这些运动可以刺激肌纤维生长，哪怕不能让老人变得肌肉发达，但至少能减缓流失速度，维持日常活动所需的肌力。如果运动和营养都跟上了，高龄者甚至有可能部分逆转肌少症，重新增强力量。曾有研究指出，哪怕90岁的老人经过几个月的抗阻训练，也能显著提高腿部力量。可见人类肌肉真的是用进废退，坚持吃好练动，才能让长者站得稳走得动，避免掉进肌少症这个看不见的坑。毕竟一旦肌肉大量流失，老人家将失去生活的安全网，再小的打击都可能让身体彻底垮掉。第4件事是忽略认知功能的筛查。对很多长辈来说，失智症仿佛是一座不愿直视的高山，大家都不想碰上阿兹海默症，俗称老年痴呆，但却又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自己应该不会那么倒霉。因此，当出现一些记忆差、爱忘事的早期迹象时，不少老人和家属倾向于自我安慰，人老了健忘很正常，哪有那么容易失智。然而，医师提醒，75岁以后，阿兹海默症和血管性失智的发病率会明显上升。如果能及早发现认知功能的异常，就有机会透过药物和照护延缓失智的进程，至少为患者和家庭争取时间去应对。然而，一旦拖到症状明显，影响生活，往往已经是中晚期，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。所以，聪明的做法是
将认知筛查纳入长者的年度健康检查计划。医师建议，高龄长者每年都应该做一次简易认知功能评估。其实这种检查并不复杂，社区医院或身心科门诊都能进行。通常通过一系列简单问题和任务，比如画时钟、记单词等，来测试记忆、理解、计算等能力。如果测评分数偏低，就表示需要进一步的神经心理检查。很多家庭往往定期带老人量血压、验血糖，却很少关注大脑健康的指标。事实上，大脑作为人体的控制中枢，其运转状况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自主、安全的生活。当长者的记忆力和判断力出现问题时，发生走失、用药错乱，甚至安全事故的风险都大大增加。因此，提早了解长辈的认知状态，可以让我们更从容地采取预防措施。除了主动筛查，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留意长辈的智力行为变化。如果发现老人家近半年以来记性明显变差，举止和个性跟以前判若两人，或者常在熟悉的社区里迷路，甚至连经常使用的家电用品都不会操作了，那就不能再用正常老化来解释了。出现上述迹象，务必要尽快带长辈去看神经内科或老年科专科医生。医生会进一步做脑部影像检查、实验室检验，判断是否已经患上失智症或其他可逆的脑部疾病。有些认知障碍可能是甲状腺、维生素缺乏等造成，及时治疗可以改善。如果不幸确诊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，也不要惊慌失措。现代医学虽无法根治失智，但已有药物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程，让患者更长时间维持现有功能。另外，尽早确诊还能让家庭提前做好心理和实务准备，例如安排未来的照护计划，处理法律与财务事宜等，减少措手不及。当然，预防胜于治疗，这句话对失智同样适用。平时鼓励长辈多动脑、多动手，维持社交和兴趣爱好，对降低失智风险有帮助。比如学习使用新手机，常和朋友聊天下棋，写写日记，回忆过去，都是在给大脑做体操。此外，前面提到的控制慢性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病等，也与预防失智密切相关。保护血管就是保护大脑，长期血压血糖管理不好，脑血管硬化严重，大脑供氧变差，更容易诱发血管性失智。总之，认知功能问题不能当成正常老了而漠视。75岁之后，我们既要关心长辈的身体指标，更要关注他们心智的变化。只有身心都顾到，才能避免让偷偷上门的失智夺走长者安享晚年的机会。第5件事是忽视跌倒风险。人老腿先老，行动能力其实是衡量长者健康状况的晴雨表。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栋大楼，跌倒就像是一场突然的地震，可能让这栋楼瞬间垮塌。医师特别提醒，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，一旦发生严重跌倒，往往就是身体断崖式下滑的开始。据统计，高龄老人中髋部骨折是一个分水岭事件，髋骨也就是大腿根部的股颈，一旦摔断，不仅需要手术治疗，术后长期卧床，复健困难，对寿命的影响非常大。研究显示，髋部骨折的长者1年内死亡率高达2%到3%，就算撑过第1年，很多人也无法恢复到原本的独立行走能力。因此可以说，跌倒对老年人的威胁甚至不亚于一场心脏病或中风。不同的是，中风可能无法完全预防，但很多跌倒其实是可以预防的。然而遗憾的是，许多长辈平时并不把防跌倒当回事，只以为走路小心点就好，等真正摔了一跤才后悔没有提前做好准备。要防范跌倒，光靠走路放慢速度远远不够。跌倒风险的成因很复杂，往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因此预防对策也需要全面系统。医师建议从环境、身体、药物3个方面给长辈做一次防跌大体检。环境风险，首先清查长辈日常生活空间中的障碍物，家中的地板要保持干爽防滑，移除门槛、松动地毯等绊脚物，特别是卫生间和浴室，务必装设扶手以及防滑垫。因为洗澡时地面湿滑是老人最容易摔跤的地方之一，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安装坐式淋浴椅，
让长辈坐着洗澡更安全。夜间则要留一盏小夜灯，方便老人起夜如厕时照明，避免摸黑行走发生危险。如果老人居住的房子楼层较高，务必确认楼梯有足够照明和扶手，上下床也可以加装床边扶手，让长者起身时多一个支撑点。不妨站在老人的角度，把家里走一遍，想到任何可能导致跌倒的细节都提前改善，打造一个安全无障碍的居家环境。身体风险，带长辈去医院检查一下视力、听力和平衡感。许多跌倒事故都是因为眼睛看不清障碍物或耳背听不到车声所致。如果老人需要佩戴眼镜或助听器，务必及时配好并保持度数合适，千万别舍不得这些钱。另外，评估一下长辈的下肢肌力和步态平衡。前面提到肌少症对行动的影响，如果发现老人家腿脚明显无力、站立不稳，就要积极让他们做一些下肢肌力训练，即使是坐在椅子上抬腿、踮脚尖这样的小练习，每天做也能逐渐改善平衡能力。有条件的可以请物理治疗师指导专业的平衡复健锻炼。总之，要让长者的感官和四肢都处于相对备战的状态，这样即使一时失足，还能靠反应和肌肉力量自行稳住，不至于重重摔倒。药物风险，清点一下长辈日常服用的药物清单。某些药物副作用会增加跌倒的几率，例如降压药可能导致姿势性低血压，让人站起来时头昏眼花。安眠药、镇定剂会让人白天嗜睡，反应慢。有些抗组胺药、治疗过敏药也可能让人困倦或影响平衡。如果老人经常觉得头晕、脚软，不妨在回诊时主动告知医生，看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种类或剂量。千万别自己擅自停药或乱吃成药，而是要让专业医师来权衡利弊。通常医生在给高龄者开药时会特别小心，但家属也应该多留个心，观察药物对老人行动状态的影响。透过上述3方面的全面排查，我们就能大幅降低长辈跌倒的风险。别忘了，预防跌倒就是预防日后一连串的健康危机。很多时候，75岁后身体为什么会垮得这么快？往往就是从某一次跌倒开始，骨折开刀，长期卧床，接着并发肺炎、泌尿感染、血栓等等接踵而来，把原本勉强维持的身体彻底击垮。所以防跌倒绝不是小题大做，而是守住老人生理机能最后防线的关键一役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消除一切让长辈一跤摔进深渊的隐患，让他们可以平安行走每一步，不让意外中断了安享晚年的路。75岁的人生关卡看似险峻，其实我们手上早已握有地图和工具。总结来说，骨骼、血压、肌肉、大脑、行动这5大方面就是影响长辈健康老化的决定因素。我们完全可以提前布局，定期检查骨密度和维生素 D， 科学补钙防骨松。血压控制讲求稳中求降，不为追求完美数字伤了身。重视肌肉保养，吃好动够，别让身体的马达熄火。关注认知变化，及早筛查干预，守护长辈的记忆与人格，全面防范跌倒，营造安全环境，保住自主行动能力。这些措施就像一层层安全网，帮助长辈跨过75岁的门槛时，依然站稳脚跟，缓步前行。请记住，长寿不单是活得久，更要活得好。如果能在75岁这个转折点前后，把上述5件事都做好，长辈的身体状况将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轨道上，衰老的速度有望放缓。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提早干预的重要性，规律运动、均衡饮食等良好习惯可以有效提升身体的恢复力和储备力。换言之，现在开始努力，永远不嫌晚。哪怕家中长辈已经超过75岁，只要愿意改变，一样能受益于这些健康建议。今天多走几步路，多吃几口蛋白质，也许就在无形中为自己的健康存折续存了一笔。最后，别忘了将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特别是有高龄长者的家庭，更应该提高警觉。当我们为父母长辈准备好生活所需时，也请为他们的健康多上一把锁，多添一份保障。年岁增长不可逆转，但我们可以决定黄金岁月过得是否精彩。
守护长辈的健康，就是守护家的幸福。从现在开始，就提醒家中的长者避开这5大衰老陷阱，陪他们一起勇闯75岁后的生命新篇章，让人生的秋天依旧灿烂辉煌。